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10.15，收盘价是213.9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7.25。最低价是在209.75，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644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1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是在相对高档的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那出现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将会出现回档，也就是这根 K 线是回档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不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当然，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呢，那我们说在配有这样大的成交量呢，说在这个地方叫换手成功，那股价会继续上攻。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01.5附近；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10附近。但是我们也给出了另外一个点位，如果当日股价最高点能够到达217，收盘价会在213.5，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收盘价会在207到208之间。实际在6月2日收盘价是在213.97，出现了上涨。我们预测的上涨与实际发生的上涨不仅这个收盘价在点位上相接近，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当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是到达了217，收盘在213.5附近。那收盘价呢，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就是站上了208，然后上方是在217附近遇到压力。217是我们前一期视频定义的第二个目标，它也是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都提到过，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17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因此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这个关键的位置，在当日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
213附近。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是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它是一个回档的信号 K 线。当然，如果股价能够站上它的最高呢，在这个地方也叫换手成功，会继续向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在分析日 K 线的走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到连续3周出现的是实体长绿 K 线，当然都含有上下影线。那连续出现实体长绿 K 线这样的 K 线组合啊，叫做连三绿，它是股价上攻的 K 线组合，或者至少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啊会有新高的出现。所以我们从周 K 线图来解读呢，后续股价会继续上行，或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那对于本周6月5日本周，那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前一周 K 线最高是在217附近，然后呢会测试237，我们会看到是2022年10月31日当日 K 线的最高。对，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会测试这2个点。那讲到这儿呢，我们也给出对于周 K 线图的一个预测。那对于周 K 线图，连三绿至少是要有新高的出现。那我们给出一个目标位是在230附近。好，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股价在6月5日当周如果继续上行，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可能会收在230附近。那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是在216，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在216附近。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是在190附近。股价如果在本周出现回档呢，收盘价有可能会到达190。好，我们依次来解释一下，包括说明一下他们的条件。那如果股价是继续这样一个上攻的走势呢，那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230。当然，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推动，那我们认为到上方230到237这个位置啊，很可能股价会遇到压力。那么这个时候股价很有可能会在本周出现周内的回档，会收盘在217以下，所以我们认为有可能会收在216，也就是在周 K 线图当中，在这个位置生成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回档的信号 K 线。然后呢，对，我们说这2个可能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连三绿的 K 线组合的架构，也就是上攻的 K 线组合。好，那么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一定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也就是会收盘在190。那它也是要有条件的，就是在6月5日本周开盘应该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那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深度的回档。那否则这样的一个连三绿的架构呢，一定会支持或者说叫推动股价继续上行。好，再补充说明一点，就是
如果是大幅的低开盘，可能会出现深度的回档呢。我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会看到在5月29日，也就是上周当周出现的是价涨量缩，那这样的一个可能啊，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但是在周 K 线图当中啊，我们是有一个护城河的，就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是在195附近，我们也加一条线作为观察。在这个位置啊，会遇到支撑，这是一个强支撑。那前一周 K 线最低，包括我们会看到本周周 K 线图新生成的5均值也会在195附近，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区域啊，很可能股价会得到支撑，出现横盘。或者说是在周内就会回档成功，反转向上。好，这是我们在分析日 K 线图之前啊，来看看周 K 线图。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我们之所以先去看周 K 线图啊，就是说目前对于日 K 线图来说，股价会有继续上行冲高的可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股价的上行。那说到这里呢，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呢，能否按一下屏幕右下方的点赞按钮，帮助推广本频道，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208这个目标，我们把它删除。然后，如果股价上行，第一个目标现在就是217.65，我们取整数是218这个位置，那么它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了。然后，如果股价继续上行，第二个目标就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37附近。这是第二个目标。那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收复自2022年11月1日以来的这一波的下跌。那如果237被站上，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那我们再给出一个点位，就是缺口的下沿在258附近，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三个目标。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想继续向上延伸。股价如果站上218，重新恢复一个长期的多头，然后如果能够再回补上方的缺口呢，那我们认为股价这一波上涨的目标一定是314。314是2022年8月16日的最高。那对，也就是这一波如果继续上涨，它的终极目标一定是要站上314。对的。好，那其实我们把图缩小之后，现在也会看到股价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正好目前的股价位置呢是在自2022年8月16日这个高点下跌以来，一直到2023年1月6日这根 K 线最低啊，那正好目前的股价是在这一波下跌的50%的成本线。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所以本周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能够站上218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关键的高点。好，那如果我们说站上它肯定是会上行的，如果不能站上它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
更深度的回档，或者说是下行，或者说是深度回档之后再去反转向上。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在6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95，依然是它，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根 K 线是这样连续上涨的一个齐涨的 K 线，也就是股价在这根 K 线是出现了回后，然后再上涨。所以这个低点一定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到达这个195之前呢，我们说当日对于6月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当然195呢这个位置，我们刚刚在周 K 线图当中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强支撑。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 K 线图当中195这根红线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也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强支撑。好，我们回日 K 线图。其实这样一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解读呢，我们会看到195这个地方会成为股价回档的一个护城河。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在日后的股价如果不上涨，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出现一个横盘这样一个走势。好，我们继续来说，如果股价跌破了195，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78，也就是跌破这根齐涨 K 线的最低。然后，当然跌破它之前有20日均线值会作为支撑，然后178如果被跌破，接下来就是164和152这两个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6月5日盘中，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给的是210附近。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这是201.5，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在6月2日的观察位。好，我们把它上移到210附近。210附近就是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一点。那210是当日我们测算是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那我们要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回档的信号 K 线，那我们看看这根 K 线的最低，包括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所以我们把它列为当日的一个关注的点位。也就是说，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的上方运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攻，或者说是在这个区域内出现横盘的。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我们有一个多头的仓位。我们从头开始描述一下。我们是在5月26日收盘给出的叫做建仓的建议，是在193这个地方进场5%。但我们做当期视频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30号的盘前了，那股价已经是到了200附近，所以说在5月26日的这个入场呢，应该是在200附近
有5%的进场。然后我们在5月30日收盘价的这个位置呢，在201附近，我们给出了加仓的建议，加仓5%。然后我们在5月31日的收盘价，我们也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成本价不是成本价，进场加仓的点位应该是在204附近。对，那在6月1日，我们收盘价是在207附近，我们也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那实际上在操作上呢，应该是在6月2日盘前是在210附近进场的。对，那么到了6月2日，对，也就是上周五，这个仓位应该是有20%的这样一个仓位了。那成本价呢是在203附近。那么我们给出在6月2日目标位是在213，是可以获利离场的。如果不获利离场呢，那在6月2日收盘，我们守的是5日均线值，止损位我们是在201这个位置。那在6月2日，它的收盘价是在213.97，所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应该是继续持有的。好了，那么现在是在6月5日的盘前，那么我们认为在6月2日收盘价213.97，也就是214附近是可以加仓的。那6月5日盘前如果在这个区域内也是可以加仓的，10%，对，加仓。然后这样一来呢，总的持仓的仓位是在30%。那成本位也就是在6月5日盘前，如果在214有10%的加仓，那一共应该是有30%的仓位。那这30%的仓位，它的成本价目前我们测算应该是在206附近，也就是加完仓之后的。好，那么我们要给出到6月5日，在盘中，我们认为获利的位置应该是在220到225，也就是目标位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可以获利离场。如果不想获利离场，继续持有这个仓位，那么我们给出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叫停利的位置，因为这个仓位已经是有微弱的获利了。那停利的位置呢？我们应该叫守208这个位置，也就是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好，那这样的一个仓位，如果要想止损，我们认为最好是守195，守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对这样一个多头仓位的描述。然后如果之前都没有进场，那在6月2日收盘，也就是6月5日盘前，在214附近是可以继续进场做多的，可以5%进场做多，目标位同样是220到225之间，或者说是等待就是如果获利不出场，可以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然后对于这个位置214 5%进场，刚开始进场做多的这样一个仓位，那么它是一个
叫做还没有获利的仓位，那我们要给出一个止损位，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09附近。对，那也就是在6月5日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09，应该是即可出场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由于目前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在之后的交易日或者视讯当中，我们只要提到加仓的位置，都可以5%的建仓。对，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空头，我们认为在6月5日开盘之后，一直到上方的217，会有空头的进场建仓。那如果在6月5日是一个低开盘那更有可能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195，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218附近，或者我们说在220附近，这个位置是他们的回补位。好，这是空头的第一个仓位。那如果股价在6月5日开盘之后出现上行，一旦股价超过了218这个位置，我们还认为在220到225之间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进场。那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位是在209附近。对，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230到237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18，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20到225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压力是238。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08到209，它包括前低。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7到198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就是195。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呢，我们测算是在184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两个可能，一个是上涨，一个是会出现平盘。我们先来看上涨。如果是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2，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222，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220附近。那这是我们说的上涨。那在上涨呢，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就是收盘价有可能还会在215附近。那如果收盘价在215附近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在盘中最低回踩的位置可能会回踩到210。
那这样的上涨呢，是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不低于212或者是210，也就是股价最低如果到达210，收盘价会在215。如果股价在盘中最低是在212，收盘价会在220。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如果出现平盘，或者叫横盘向下，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8，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16，收盘会收在21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横盘向下，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